我是什么身份？皇后。Yes， 但您已经失宠多年了。Yes， 有钱有权还不用伺候臭男人，爽翻！您的母家虽富可敌国，却只是低贱商贾。娘家给力又不缺钱，还不用看男人脸色，完美！天可怜见，娘娘悬来不成，怕是疯了。木凳怎么折了？好家伙，原主这吨位太惊人，把凳子压塌了。等等，嫔妃自毙可是大罪，快把这些罪证拿去烧了。皇上驾到！白珍珠，你纯白的哈达，白云献给你，远方的朋友，我们相聚在这里。嘿巴子嘿，扎西的嘞！黎妃说皇后企图自缢，可有此事？他瞎说的，臣妾是在学习藏地风俗，此举利于促进民族团结，增进友谊，实现国家繁荣复兴。臣妾敢对天发誓，亲眼目睹皇后悬梁，如有不实，天打雷劈！我看你是狗掀门梨子，全凭一张嘴。宫门离着108000里，把我认成刘亦菲就算了，还能看清我在跳舞还是悬梁？我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又有钱，悬梁干嘛？我有病！宫中还有刘亦菲？皇后若没悬梁，为何把脖子遮那么严实？敢不敢解下龙华，让皇上瞧瞧？这绝对不行！皇上，臣妾绝没看错，皇后如此抗拒，定有隐情。果真有红痕，接下来你又要如何狡辩？当着这么多人，这不好说呀。让你说你就说。皇上不喜臣妾，臣妾想打扮一下自己。听说新进宫的理财人有个好看的项圈，结果臣妾戴上就拿不下来了。工匠取了3个时辰才拿下，结果伤了脖子。陛下明察，臣妾绝非厌世啊。我这么好的身材，舍不得寻短见啊。朕忙于国事，冷落了皇后，但往后别搞这种危险研究，实在不成体统。哦，知道了。忙于国事，我都不惜的拆穿你。因为眼拙闹出这种乌龙。皇上，臣妾也是太担心皇后娘娘了。果然女人会撒娇，皇帝魂会飘。行了，念你也是关心则乱，禁足3日，小惩大戒吧。是，谢皇上隆恩。才3天，床都没捂热，又能出来摇。皇后出言无障，即日起如素半年，正好去火。娘娘，窒息感真的很快乐吗？你看我像快乐的样子吗？皇帝不疼，宠妃加害，身为皇后混成这惨样，简直是一副好牌打得稀烂，快乐不存在的。娘娘，这是您娘家寄来的上月分红。我的快乐这不就回来了？1万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、6万、7万、8万、9万、10万，怎么看不起商人？商人不过是末流罢了。给我重新组织语言。商人永远是顶流。说得真好，主打就是一个该花花该省省。这是干嘛？换银票啊！以往您都拿大半孝敬太后，赶紧的吧，都快过给太后捏脚的时辰了。我不光送钱，还得天天给她捏脚。我这么爱她，她一定是我在这皇后寝宫里的唯一救赎吧。好慈祥的老阿婆，还不滚过来给哀家捏脚！我去，收回前言，好大一朵老白脸，实在想不通原主到底图她啥。不好意思，走错地了。白珍珠，当初是你死乞白赖求着尽孝，天迟到就算了，不干活就想跑，你要造反啊！真是憋不住了。乌鸦反哺得先被捕，子女尽孝得长辈有德。请问你哪站哪样？当年皇帝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国库空虚，是他求着我爹让我当继后的，嫁妆一车车填进去，才保住皇位。我是你家的大恩人，凭啥给你当牛做马？白珍珠，你家不过低贱商贾，赐你后位是天大的福气，你竟不知感恩，还口出狂言。皇帝让我当皇后，却没给过尊荣。这3年我受尽冷落，卑微讨好，换来的只有冷眼。
鄙视。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你长得丑，还没才没德，我儿对你百般忍耐，你还有脸不知足？先皇后那是被你儿子克死的，他个二婚还吃软饭的，我知足什么？我是有多贱？啥时候普西南和恶婆婆能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，真是一平一个不吱声。放肆！皇后休得对太后无礼，赶紧把这个月的孝敬放下，麻溜走人。第一，只有皇家报恩的份儿，没我们八戒的礼。不服就和离，我带着嫁妆走人，以后这钱你们一分也别想拿。第二，我不搞霸权，只讲公平。后位是我家花钱买的，就得物超所值，尊重、地位一个不能少。做不到，就参照第一条。第三，你算哪根葱，也敢对本宫指手画脚？娘娘，您跟他们彻底闹翻，皇上要是派兵抄了朱家，咋办啊？他要是能抄，早动手了。朱家势力遍布全国，他敢动一下手指头，这江山分分钟改姓朱。有话快说。这3年过得比狗都惨，早知道上吊能变好，奴婢早就把您挂上去了。我真的会写。只觉得替原主出了口小小的恶气。我大战恶婆婆的事迹转眼传遍了整个后宫，皇帝知情之后非常震怒，把罚我吃素半年的圣旨给收回了，还给我宫里还了8个菜系的厨子，估计是想吃死我。娘娘，月里银子翻了1倍。这些就算了，可怕的是太监来传话，说今晚他要来我这儿睡。唉，真的大可不必呀。这等留宿恩宠纯属工伤，绝不是福利。启禀皇后娘娘，皇上口谕，今晚驾临凤仪宫。你去回皇上，本宫亲戚在访，不便接客。这奴才明白。皇帝听懂了，当晚他没来。他竟然真的派人把我姨妈接来了。珍珠，这是你娘亲手做的叫花鸡，这还是你头回召见娘家人，你爹娘羡慕的眼睛都红了。入宫路途遥远，秋风又冷，但这鸡吃进嘴里却还是热乎的。钱够不够花？我给你带足了，就怕你在宫里受穷。够了够了，真够了，姨妈。你从小娇生惯养，哪吃过这种苦？我看你都瘦脱相了。管这叫瘦了？有一种瘦叫姨妈觉得你瘦。这破皇后能干就干，不行就把皇帝炒鱿鱼。回家，我们养你呀！我在太后跟前放的那些狠话，跟这比起来，简直就是洒洒水。我知道了，姨妈您快出宫吧，这地儿乌烟瘴气的，待久了不舒服。朕破例让你见娘家人，这下心里舒坦了没？也就那样吧，马马虎虎。听说你姨母30了还是单身，朕给她物色了几个对象，你帮着长长眼。全是歪瓜裂枣，看了都辣眼睛。你这是想谋杀我亲姨妈？我姨母那是朱家的财神爷，要财有财，要貌有貌，天天数钱数到手软，凭啥去给老男人当保姆带孩子？做慈善也没这么做的，难不成你觉得是个女的就非得嫁人才算圆满？你就不怕别人戳你姨母的脊梁骨，笑话她是没人要的老姑娘？我姨母那是独美，不想嫁，别人咄咄逼人那是他们嘴贱，关我姨母什么事？等猪肉涨价5毛，他们就老实闭嘴了。不可理喻，朕要睡觉。哎，你这要干啥？不就是想演给朱家看，假装宠我，好稳住金主爸爸？出门右拐，找你的丽妃去，慢走不送。朕今晚就在这儿，你是皇后，必须履行义务。行啊，义务是吧？本宫就给你一个痛快。白珍珠，朕腰身有些乏力。帝后同房过毛，导致皇帝闪腰的事迹不胫而走，迅猛地传遍了整个后宫，乃至前朝和民间。所有人谈起此事，都是笑嘻嘻的。只有一个人不嘻嘻，那就是丽妃。听说她气得爆了好几个痘。哪个刁民想害朕？娘娘来了！来了？谁？你亲戚来看你了？嫔妃们都在外头排队请安呢。以前他们对您不理不睬，冷若冰霜，如今见皇上宠您，一个个都凑上来抱大腿。娘娘快穿这件，正好压一压他们的气势。几点了？才卯时呢，娘娘。家人们谁懂啊？
现在早8我都起不来，到古代了居然还要让我上早6，这绝对不行。通知个事儿啊，从今天开始取消早庆安。大家闲得慌，想宫斗随意，别出人命就行。争宠也别太卷，有团建记得叫我，去不去随我心情。有困难尽管开口，但帮不帮看我心情。小事别烦我，大事自己扛。OK， 散会。皇后这是打算摆烂不管了？你要这么理解也行，毕竟你情商确实不高。娘娘，可要是没人带头，后宫岂不乱套了？报上名来，臣妾是珍妃。行了，本宫封你当班长。班长就是领头管事的。问个事儿啊，谁平时最爱打小报告当长舌女？你，以后你就是纪律委员。谁搞事情找班长举报，你体委，你文委。那个谁，桌游委员。以后班干部各管一堂，互相监督，能者上，庸者下。年底评优评先，表现好的发奖状带大红花。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大家相聚是缘，这辈子同室一夫也是缘分。希望姐妹们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，共建和谐后宫。今天的洗脑大会到此结束。皇后，这位同学还懂不懂规矩？说话先举手，我点名你再张嘴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我也是资深老员工了，凭啥不给我个一官半职？行吧，封你做个卫生委员。卫生委员？那我有什么实权？具体管哪一块？卫生委员掌管全宫垃圾，每天重点检查茅坑干不干净。皇上驾到！朕听说你欺负黎妃了。起早贪黑的批轴子，挺辛苦吧？老腰还疼不疼？喏，都是你爱吃的口味。皇后这是学会糖衣炮弹了。黎妃那人没心眼儿不记仇，你让她不爽了，道个歉哄哄，这事儿就算翻篇。单纯个什么？老娘脖子上的掐痕还在呢，这笔账还没算完。臣妾确实该道歉，不过不是给他道歉，是给您。让您费心调和，劳心又劳腰，是臣妾的不是。至于黎妃姐姐，臣妾哪敢怪她？臣妾只怪您没把雨露分匀，害得臣妾平白无辜替您挨了这么多年的怨气。他是非我是后，管教他是我的本分。皇上天天忙于政务，他不懂事不体贴，多大点事就把您当枪使，简直太不像话。晚饭好了，皇上赏脸凑合吃一口。本来也就是小情侣撒娇的情绪，经过老娘这一升华，性质立马变了。谁不知道您连着2月都在黎妃那儿干饭，是我考虑不周。皇上还是去哄黎妃吧，不然她又要耍性子。朕乃天子，难不成还要看他脸色过日子？停，那是生肉不能吃，这玩意儿得涮熟了吃，蘸好料，这叫海底捞。不用猜，今晚黎妃绝对没胃口吃晚饭。我故意激她，就是为了引诱她作妖，要为原主报仇，也为了消除未来隐患。我得把她的心思彻底掰过来。文艺委员组织了赏花会，诚邀我出席。我对牡丹没太大兴趣，但是我对黎妃会不会借机挖坑比较感兴趣。为了给她创造机会，我大张旗鼓的去了。文艺委员和班长把活动办得不错。原本只是微微紧张的黎妃变得更紧张了，生怕别人看不出她要搞事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那天黎妃肯定气得吃不下饭。我就是故意钓鱼执法，原主当年落水的事，她绝对脱不了干系，这次必须查清楚。又是推人下水喂鱼这种老掉牙的套路，宫斗能不能搞点创新？最佳入水角度计算中。哎呀，尴尬了。没推动，昨晚海底捞真不该炫那最后一盘肉。我现在是不是该转身配合一下，还是干脆假装狡猾？黎妃，你想干嘛？不是吧，阿 Sir， 他真蠢到亲自动手啊！这种剧情活不过3集啊！你竟敢！啊！不好了，皇后娘娘掉水里了，快喊侍卫来，起码来8个！救命啊！谁来捞捞我？救命！在那边。吓死宝宝了！
坦白从宽，推皇后下水。你想造反吗？这不是我推的，这不是我，不是你推的，难不成是皇后娘娘自己跳下去炸鱼的？皇上，除了臣妾，珍妃他们也都是人证，都能指证黎妃推皇后下水。黎妃，你给朕解释清楚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皇上，真不是我。我知道，最近皇上确实老往我那儿跑，冷落你了。可是身为后宫嫔妃，最重要的不就是格局吗？皇上雨露均沾，那是他的仁德。整个后宫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嫉妒谁你就针对谁。你以为你是谁？黑魔仙丽丽吗？我就算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我也推不动他呀。他确实有点冤，但也算不上完全冤枉。唉，小黎呀，上次造谣本宫上吊就算了，这次怎么改成肉搏了？不想干卫生委员直说，本宫又没逼你，至于这么大火气？皇上您要明察啊，真的不是臣妾啊，臣妾胆小如鼠，您是知道的。黎妃，方才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向来温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皇上，臣妾看得清清楚楚，绝非误会。黎妃娘娘是故意推皇后娘娘的，珍妃娘娘他们也都看见了，臣妾也看见了。朕说此事有误会，便是有误会。后宫之中，岂能仅凭一句证词就定人重罪？黎妃向来胆小，若是真的推了皇后，此刻早已吓得魂飞魄碎，怎会还敢在此辩解？皇帝看着黎妃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眼底的凝重渐渐被犹豫代替。他向来宠爱黎妃，此刻见她被众人围斥，早已没了方才的严肃，心里满是不忍，只想为她开脱罪责。他先是示意太医上前给我把脉，听到我身体无恙时，皇帝紧绷的肩膀瞬间松弛下来，随即就准备开始为黎妃找补。我则抢过话头：皇上圣明，既然本宫凤体无恙，对黎妃的处置从轻便可。按宫中规矩，姐妹间若有争执，本也少不了要好好说和。不过本宫念你初犯，那些说和劝诫的功夫就不必多费了。本宫觉得啊，炮刑、绞刑这种，或者割个鼻子、砍条腿就差不多了。皇上救命啊！臣妾不是故意的，是这群贱人嫉妒臣妾，他们合伙坑我。虽然手段低级，但这招对直男简直绝杀。他对黎妃的信任滤镜那是有800层厚，宁可相信是我买通全宫，也舍不得看他的小金丝翘受半点委屈。这是疑点重重，还得再查查。现在定罪太草率，确实太早了。可他方才不仅言语失度，还冲撞后宫众人，过错已明。方才推人的一幕您未曾看见，但这番无状言行您可是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总无法轻描淡写了吧？太后有旨。太后的旨意简洁明了，黎妃谋害国母，择日正法。黎妃她爹只是个芝麻绿豆官，而我朱家可是朝廷的承重墙。这道懿旨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把皇帝的恋爱脑扇得稀碎。放开我！皇上救我！皇上，放开我！我怀了龙种，谁敢动我肚子里的孩子？多么讽刺又恐怖的现实！女人这条命，最后还得靠肚子里的孩子来保，最终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黎妃被贬为答应，除了换个称呼，待遇跟没贬一样，美其名曰为了孩子。瞎子都看得出，皇帝这是旧情难忘。娘娘，您是没看见那个黎答应，照旧高调的不行，天天在御花园打伞吃燕窝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虽然是个答应，但依然是皇上心头肉。这有什么好气的？可他还是那么嚣张啊！你去邀10几个姐妹去御花园干嘛？去打架吗？打什么架？文明点儿！你们围成一个圈儿，把他当猴子围观。不用说话，就盯着他看，保准治好他的嚣张。盯着他看，这招绝！臣妾这就去摇人。不出半炷香的功夫，黎达便急忙回宫了。这头丢了脸，他势必要在另一头找补回来。于是，一连10晚，他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找皇帝来陪他，仿佛皇帝的主业是大夫，当皇帝只是兼职似的。娘娘，洛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皇上看都没来看过一遍。那个女子一连10晚都借口身子不适把皇上叫去，皇上就心疼得不得了。要他来看我干啥？他又不是大夫，他只不过是个懒人，下半神比头脑发达，
谁让他舒坦，他就冲着谁呗。娘娘，黎答应仗着圣宠这么嚣张，您就一点不着急吗？我早就想好办法了，想听吗？想听。解锁完整版精彩内容，仅需要再拨一盘虾肉。3天后，我让文艺委员张罗了中秋宴，特意邀请哀子皇帝出席。把他的母然大开，是3位身披流光纱的美人，舞姿摄人心魄，一个清纯温顺，一个大胆明媚，一个清冷绝艳。任何一个单拎出来，都是后宫颜值巅峰。当时我侧头看向皇帝时，他已经3魂丢了7魄，两颊泛红。要让他失宠，太过简单。他的底牌除了美貌一无所有，而拥有美貌的女子太多太多。秋山见昼，年华逝去，永远不要和一个没有心的男人赌良心。频繁求助的把戏是会玩翻的。当他跑到凤仪宫门外大哭的时候，我刚睡着。外头那个不长眼的东西惊扰了娘娘，奴婢这就去把他赶走。你赶他干啥？他惹你了？他是黎答应的丫鬟，黎答应看您不爽，我就要看他不爽。哎，你是忠心护主，人家也是忠心护主。要是有一天我也危难了，你帮我四处奔走，我肯定不舍得你被人赶走，所以你也别为难别人了。那我让他进来啊。你把姨娘上回给我的金钗拿给他，让他去太医院请张院士。还有，别告诉黎答应是我请的人，免得他又起什么幺蛾子，拒不就诊。给，赶紧的吧。禀报娘娘，昨夜李答应那胎确实不稳，微臣若是去的再晚些，情况便要糟了。娘娘，这胎真保得住吗？嗨，能保就保呗。你想保他过个年，还是保他落地？只保小的还是大小都保？微臣这边都可以。真是个经验丰富的后宫中人。您正常操作就行。是，娘娘。静卧养病之后，黎答应一下子消停了。听说为了给孩子最好的胎教，他还每天念诗画画，陶冶情操，整个人的气质都温婉了许多。霜降那天，小穗过来请我。娘娘，我们小主最近想通了许多事，觉得从前亏欠您许多，今日亲手做了茶点，请您到清凉亭一叙。小主做了冰皮绿豆糕、金风玉露卷、陈皮红豆冰糖蒸酥脑、神仙桂花糕。够了，我去。等我一会儿，你去给我拿几个打包盒，吃不完还能带回来。是。在看什么书？女杰，挺适合你的。我倒没想到皇后娘娘今日能赏脸，想来看看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能如何？我不过是想活下去罢了。你若不存害人争宠之心，活到50、60没什么问题。我就是要宠冠6宫，让家族以我为荣。凭什么只有他儿子和他正妻可以上桌吃饭，我和我娘只配坐在厨房吃剩饭？凭什么他总觉得只有儿子才能令家族荣耀，我却是个不被重视的？我就喜欢看他们朝我跪拜请安的模样。我要孤宠，我要往上爬，我要把我受过的屈辱都讨回。野心之于女人是个好东西，可若为了野心把无辜之人垫在脚下，就不是个东西了。若要往上爬，手上总得沾点血的。所以你找人意图伤害我，再伪造自缢的假象，就为了朝皇后之位更进一步。是啊，皇上最宠爱我，他几次同我说过，他心中的发妻是我，只要你死了，自然也就轮到我了。今日你直言不讳，是笃定我要完蛋了？对不起啊，皇后娘娘，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的。来人，救命！救救我的孩子！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推了我，她杀了我的孩子。孩子落地之时，便是他的死期。只有让我也犯下罪行，他才有一线生机。是你干的吗？是我干的。然后呢？打死我？朕给你辩解的机会，你好好说。你们不都在那儿听了全程吗？还需要解释吗？我跟小翠也算是培养出了几分默契，我自然不是真叫她去拿打包盒，是叫她去请人的。只需要跟3个美人打声招呼，他们自然有办法把皇帝哄过来。因为这3个也都是老朱家的人。黎答应闻言一怔，原本面色惨白如纸，现在更是难看。朕从前还以为你是个纯善柔顺的，没想到心思深沉。早知如此，朕就该早早将你就地地死。皇上，就算你忘了昔日情谊，如今臣妾还怀着你的孩子啊！朕是天子，何愁子嗣？孩子之母无德，你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？干脆一并处理掉，以绝后患。孩子还能保吗？您想保，臣就能保。保？可真会演！最想要我立刻去死的人就是你吧？临了还不忘装好人！小
小主，您别再冤枉皇后娘娘了。前些日子您突发不适，是皇后娘娘相助，奴婢才能请到张院士为您保胎，不然孩子早就没了。太后的意思也是全部处理掉，你干嘛非要留着这个孩子？众人皆知他母亲是这般品行，将来谁愿意养他？我愿意啊，正好我不想生孩子，我乐意无痛当妈。随你。我本以为黎答应会闹闹叛逆，不配合太医诊治，但没想到他很配合。我给他送去的《孙子兵法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他都会逐字逐句的看，不懂的地方还会向人请教。每月我会叫乐师去他宫里演奏，让戏班子去表演，他都看得乐呵乐呵。每天大口大口的吃饭，把苦药喝得一滴不剩。他似乎真的在好好孕育这个孩子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黎答应生了个小公主。我当即就给他想好了名字，就叫林竹。皇上来过没？在他眼里我早就死了，他还会来看我，更何况她是个女娃，女娃算个什么？我会把她教出个名堂的，把她带走。啊！启禀娘娘，黎答应没了，是自缢。昔日争锋今成空，你竟以这种方式谢幕。娘娘，林竹都快满周岁了，这段日子真是风平浪静。大抵是因为见识过皇帝的无情，大家都懒得争宠了。我已经交代文娱委员组建社群了，总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，都活动起来。启禀皇后娘娘，社群已经在运营，萌宠社、瑜伽社等共6个，白天每个社团轮流举办活动，傍晚大家一起做餐，吃饭饭上打麻将，打到天黑，一边看星星一边玩真心话大爆线。好，很好。与其相互算计，不如及时行乐。启禀娘娘，皇上今天翻了安妃的牌子。要是能立刻来阅视就好了，娘娘。好了好了，你就跟皇上说，安妃今天给我侍寝了，让她别想了。是，娘娘。姐妹们，怎么越来越不爱服侍皇上了？娘娘，这臣妾不好说啊。是啊，这也不能怪你们，要怪就怪咱皇帝不咋行。林竹是吃各个娘娘的百家饭长大的，在哪儿吃就在哪儿睡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3岁能背《悯农》，5岁能背《木兰辞》，7岁能在盘龙殿的墙上默写3世和3别。皇帝给他哥哥弟弟们安排的6艺，从今日起，你们要习6艺，各有所长，勿存懈怠。我让他在摔跤、剑术、暗器下毒至少选1个学。公主，要不您先学个礼仪？礼仪是啥？就是站着不动。站着不动有啥用？能打赢人吗？不能。那我学他干啥？娘娘，练武场那边公主哭得震天响，哭够了自己就停了，不用管。娘娘，她才5岁，我5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我爹算账了。你去告诉他，哭可以，哭完继续摔，摔到摔不动为止。我不想学了。别人的娘亲只教女儿学琴棋书画，天下哪有您这样的娘？我自顾自喝茶吃西瓜，一句都不多说。再来，这真是5岁吗？后来比他高2个头的大皇子扯他鞭子，他反手就是一个过肩摔。当晚他高调回宫，母后把课全给我报上。啊！13岁时他的战斗力已经拉满，敌国来挑衅，派最壮的勇士把我朝士兵当蚂蚁踩在脚底下。皇帝无颜面对，林竹主动请愿，没等那勇士嘲讽完，一发暴雨梨花针把对方射成了筛子，把皇帝畅快的差点拍碎了桌案。回去之后又是追加封号，又是赏赐奇珍异宝。林竹蹲在那堆珍宝里头挑挑拣拣，开心吗？这些东西外府从来都是让我砸着玩的，真没一个看得上眼的。我拿去捐了吧，直接发到难民手里。来人，再派1队人马护送，公主亲自赈灾。多了，民间开始传颂歌谣，赞美和硕公主的仁德善良、英勇无畏。林竹公主心如春雪，为灾民送来粮。林竹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所有皇子。集集礼一过，各国的王或皇子纷纷前来求娶，聘礼一个比一个给不多，憨着脸来问我的意见。皇后，你看看各国前来求娶林竹的王孙贵族，都快把门槛踏破了，你意下如何？我就一个要求，但说无妨。是否接受入赘？能入赘再看人品，不能入赘免谈。这些皇子将来都是要继承王位的，怎么可能入赘？我女儿家里也有皇位要继承，同样不能远嫁。皇上，我问你，和亲的目的是不是为了2国友好邦交？那是自然。那既然目的都能达到，凭什么只能我女儿嫁过去，不能她儿子嫁过来？你异想天开。母后，我也能继承皇位吗？你感兴趣吗？我也应该尝试。为什么说应该？为帝乃重任，我的兄弟姐妹们资质平庸，担不起这个重任。我身为皇女，自小享受子民给予的红利，自当站出来为民谋福。就这么自信？就我富阔苏这样的都能够那么多年，要是换我，必将开创盛世。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你只管去争，母后会为你开路。开元23年，众臣提议立储，我力排众议，开办夺储大赛，皇子公主皆可参赛，文士武士外加演说辩论，公开公平公正。臣女以为祖制虽有定规，能治国爱民，当因时而变。若拘泥旧章，必失于当下。诸公所引之力，亦可反正今日之需。林竹过5关斩6将，轻松拿到毋庸置疑的状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和硕公主为皇太女，钦此。快看，皇上立了皇太女！
娘娘，很多人都想问，您怎么把公主教得这么好？你去告诉他们：第一，哭没有用，得学会自己爬起来；第二，本事是工具，人情是学问；第三，男人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；第四，站得越高，责任越大。娘娘，这也太直白了。直白是直白了点儿，但管用。你看林竹现在不挺好的吗？能吃能喝，能打能抗，会撒娇，会讲理，会灵活应对，会负责。这不比那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见了男人走不动道的大家闺秀强？偶尔还会想起您从梁上掉下来的那天，自打那天起，好多事情都不一样了。后宫里的女人没了沉闷，日子也忽然有了盼头。若是娘娘看得见，也会觉得欣慰吧。一会儿再给我切个瓜。